神魔和妖怪一脚踢开，要怎么登场才气派？时间太快，不想等待，不能重来。我原地觉醒，才明白，要怎么拥有最痛快？一生所爱，一生期待，一世青睐。This is my fight，你处理失败。我的梦想，我的光荣已不存在。Take back my life, my goals in sight. I give you everything, I have to fight the fight. 为爱寻求穿越入海，这绝对是烈在燃烧的舞台，不怕跌入危险地带，指引你的爱随心无处不在。自成一派，任谁安排，为民主宰。I'll be waiting, I'll be ready till you step in. 什么东西啊？哎，你看，哎，刚刚是鬼火吗？你看，鬼啊！鬼！哎，等等，快走！快！明明刚才这里有火光的，骚，跟我去看看。哦，好。快！云奇，你醒醒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云奇，你干嘛？我是一男。云奇，你。啊！血！啊！做你妹妹真倒霉！这边，来，小心，小心。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高手，四回遍地走，五回六回，我做你的大师兄。还好这大晚上的厨房没人，这要是有人看见了，以为我在杀人抛尸呢。好在没刚才那么烫了，刚才烫得跟炭一样。
英奇，你现在这条小命就被我攥在手心里面，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谁让我是你妹妹呢？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大功告成，准备撤退。刚才明明看到，怎么就没了呢？会不会是我们看错了？好了好了，先不要说了，赶紧分头看看吧。好。哎，好像走了。白师兄，英南，你怎么在这儿？好巧啊！我是来找我哥的。我哥呢？我哥。哎，他不在啊！他不在，那我先回去了。等等。啊！英南，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我没事啊，没事。哎，这些衣服好像是……白师兄，我真的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哎，英南。金九九，没想到你的尸体还有点用。你干嘛？难道说，是英南的血令我的伤口愈合了？这么说，3年前在黑木林也是如此。人呢？哥，你躲这儿干嘛？吓死我了！嘿嘿，没想到小村村一代霸王于英奇也会有今天，嘿嘿。你拿的什么东西啊？你的衣服啊？这不是白古义的衣服吗？什么？白古义的衣服？哎呀，这丢人丢到家了。没有啊，这里面是你的衣服，里面是，你看，来，我给你上药，然后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上什么药啊？你的伤啊，我给你上药，来。为什么不上药啊？你的伤啊，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哎呀，你让我给你上药。什么伤啊？你看花眼了吧？什么？刚才那么大一片，你赶紧的。哥，我给你上药。哪有一个女孩子像你这样抢男人衣服的？你赶紧的。好了，你赶紧出去，我要换衣服了。出去。哥，哥，好啊，于英奇，你没有伤，你怎么可能晕倒啊？你说是不是你在玄机门受的伤根本就没有好，让你喝药你不喝，现在遭殃了吧？哈哈哈！还有，于英奇，你看着我的脖子给我老实交代，你又咬人又昏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有多疼吗？都疼的要疼死了！你赶紧看看呢，你再咬深一点，我的那个血呀，都要喷到你脸上了，你知道吗？而且，我总感觉这不是第一次了。我3年前脖子上的咬伤，根本就不是野猪咬的，就是你，对不对？
你不说话，那就证明就是你。我知道了，其实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哼，什么难言之隐呢？我想想，梦游，哈哈哈，梦游。哦，3年前，你梦游咬了我一口，然后还骗娘说是被野猪咬的。云奇，梦游是病，一定要治。有治的话，就要看大夫。刚好任英姐也梦游，你们2个一起去看大夫。说完了吗？我没说完，我还说好多。哎，你干嘛？你我帮你治病。喂，你才有病！那边有火光，过去看一下。快！用这个给我涂。这是什么药啊？应该不是蜀山弟子配的药。是白师兄送给我的药，我之前就是用了这个药，所以我原先的那个疤痕就好了。云奇，我旧伤刚好，你又给我添新伤。哎，你干嘛？你想累死我是不是？哦，原来你脖子这么粗啊！如果你觉得紧的话，就当止血吧。云奇，你松开我，松开，松开！什么宝贝药啊？我看也就那样，而且都快用完了。你等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去！你的白师兄，要是知道你拿了他的衣服，他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啊！我是因为谁才沦落至此的？于英奇，你这只野猪！哦，我是野猪，我是野猪。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谁是野猪啊？你是野猪！伊南，白师兄，我刚才是跟他闹着玩的。哦，对了，白师兄，不好意思，我以为这是我哥的呢。你们没事就好。因为刚刚发生了一些事，我担心你们会遇到危险，所以才找了过来。哦，原来如此。这么晚了，发生了什么事啊？有人在竹林外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经初步辨认，应该是失踪多日的金九九。蜀山掌门数十载，还未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件，毁尸灭迹，手段残忍。我蜀山竟有如此暴虐之徒！金九九的死，我们蜀山会尽快给他家一个交代，不能让金家平白失了一个儿子。古文，验尸一事是你主持，有什么结果说给大家听。是，师傅。
须的金99无疑。其致命伤为脖子上的伤口，貌似被扁薄锐利的物体所伤，但刀剑都无法造成如此纤薄的伤口，究竟是何种武器所伤，弟子也无法定论。不凡，在翠木峰时，你和金99共处一室，他出事前可有何异样？回禀掌门，金99被遣回苍虚那晚，本应回翠木峰收拾衣物细软，可是他迟迟未归。我以为他是因为白天负气而出走，所以并没有在意，谁知会发生此事。报告2位掌门，这个衣服碎片是早上在竹林外搜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似乎是河半班弟子的服饰。不错，只是不知道这是那逞凶之人的，还是另有所属。诸位弟子，听闻昨天有人在宿舍和竹海的附近看到了浑身起火的奇异之人，是否属实？确有此事。听名医臣讲，那火人的行迹很像传说中的火离人。如果真是火离人，那可不是小事。毕竟如此张扬行事的火离人确实很少见。只不过，我们单凭一些烧过的衣服碎片和目击者的模糊描述，根本无法判定谁是凶手。与其在这里无端揣测，倒不如现在尽早着手调查。没错，妄下论断只会影响判断，还是需要查明真相，才能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也能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长眉兄所言极是。既然如此，古义，你就代表苍虚负责这个案子吧。是，古义定全力以赴，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刚刚有人提到火离人，这不怕1万就怕万一，不如我们现在做个排查，看看这河半班里边是否有火离人。当然好，未免夜长梦多，现在就开始排查。这琉璃尊是我们蜀山圣物之一，九重冰尊，为至阴至寒的铜铁矿所铸，天生与炙热之物相克。刚才给你们服下的是我们蜀山弟子修炼时候所用的丹药，功效激发人体潜藏的力量，寻常人自然没有大碍。但如果火离人吃过之后，再触及九重冰尊的水，便会丹火爆发，严重灼伤。为何我从未听说蜀山竟有如此法宝？蜀山之大，法宝之多，不可估量，有所不知也是很正常的。怎么样，现在就来试试吧。你先过来。别磨磨蹭蹭，后面还有人等着呢。于英奇没事，靠边去。靠边去，靠边去。下一个。打完了。
于英男没事。好嘞，全部通过。既然各位都通过了测试，说明我们这里没有火离人。不过，金九九惨死一案，我蜀山必定追查到底。在未缉拿到真凶前，望各位保护好自己，不要让歹人有可乘之机。今日就先到这里吧。掌门，师尊，你们传弟子来。鱼？这九重冰尊？没错，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九重冰尊，就是一个鱼缸，既没有神力，水也是养鱼的水，不会使你丹火爆发。至于你吃的药嘛，算是便宜你了，那是我平日用来驻颜养身的好东西。雀影，这玻璃樽是用来观鱼养性的，可不是让你像今天这般胡闹。这不是胡闹，如果我不这样做，今日蜀山既出了杀人魔，又出了火离人，到时候人心惶惶，邪门歪道趁机作乱。如果不这样做，今日我们哪里有这份闲心讨论这个鱼缸？所以我做的叫力挽狂澜，不是胡闹。弟子感谢掌门师尊相助，但我于英气发誓，未曾谋害过任何人的性命，天地为证。谢就免了，找到凶手才是正当。英奇，今日之事也是给你一个警示，此后你要多加留意河半班中的可疑弟子，切莫再受牵连。此事过后，我会召集各大门派的掌门宣布一件事情，到时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做。弟子谨遵师尊教诲，定不负所托。师兄有什么事，一定要约我在这里说。这里就是之前金九九跌落的地方吧？敢问师弟，这崖下的风景如何呀？师兄这话，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若说这崖下风光，恐怕只有金九九师弟一人知晓。只可惜，现在他已经往生，恐怕也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死人不能说话，但不代表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恐怕师弟还不知道，我在金九九的尸体上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虽然尸身被烧，但脖子上的伤口清楚可辨，窗口发紫，显然是中毒所致。哦，既然是如此有趣的发现，为何师兄刚刚在大殿上不向众人告知呢？事到如今，你还如此不露声色，确实是装腔作势的一把好手。别人可能不熟悉，但我却知道那伤口是怎么回事。那是朱颜草的毒所致。师弟，弟子们之前练功伤了筋骨，我过来拿些伤药。师兄稍后，我这就去拿与你。小心！这朱颜草其叶有毒，虽然花瓣可解，顾师兄还是小心为好。要说朱颜草，这蜀山苍虚上下谁人不知？这稀奇的药材，只有师弟你才养得活。什么火离人、河半班弟子，那都是假线索。金九九，根本就是你杀！
师兄，你既然如此确信我就是凶手，又不向掌门告发，想必是想以此要挟我。师父宠信于你，眼中只有苍虚的名声和实力。区区一个金99死不足惜，反而会把我置于险地。我要的不多，对于师弟来说也是小事一桩。我要你在今后的比试中都输给我。我可不想再听到有人说我这苍虚的大师兄还比不过你师弟白骨翼的话。倘若你今天拒绝我，我便把朱元草的事情偷偷散播出去。虽然掌门现在不会责怪于你，可你的那些好师弟师妹会怎么样议论？他们的白师兄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听说你跟余英南交情匪浅，要是让他知道你这白衣下的内心如此肮脏，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待你如神明一般？师弟，你可要考虑清楚。喏，这是朱元草，其花可入药，其叶有毒，需明辨。师兄，你怎么来了？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哦，我都忘了，白师兄，请进，请进。来，白师兄，去那边坐呀，我给你找点好吃的。陪我说说话就行。昨天的事，有没有吓到你啊？还好，虽然金99心术不正，但是一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的。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你知道我会与母分身，之前还是我将他推下山的。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我才相信绝对不会是你。如若你想要取他性命，那么他早就没命了呀。没有必要这么折腾，所以，我相信你。原来你的小脑瓜也知道推敲吗？不过这么相信别人，可是不好的哟。你又不是别人，你可是白师兄啊。这个罐子里面放了很多泥土，却没种什么植物，是你的吗？这个不是我的，是琪姐姐的。她之前一直在这里面种的你送给她的朱颜草，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了。生死有命，这样才对。放手。上次在竹林之中，我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重话。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当时我说，让你把这朱颜草给扔掉，已经扔了。我倒是头一回看到，
有人这样扔东西。你到底想怎样？我不想怎么样，只是这朱颜草十分难得，当然不能任由它在这里自生自灭。若是嫌这花扔了可惜，你摘走便是。花固然可贵，可这叶子一样必不可少。你瞧，没了叶子的朱颜草，也活不过几日了。那又怎样？反正已经没救了。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值得被拯救的生命。这是什么？这是我养朱颜草的秘方。你若想知道，不如下次我再说给你听。开花容易生叶难，这一次叶子全掉了，若想再长满，怕是需要些日子。不过没关系，只要细心照料，这叶子迟早会长满的。书籍、史册、手札都分好了，千万别送错了房间啊！是。哎呦，哎呀，谢师兄。你这个是画轴，不是史册，应该送到图卷库的。哦，哎呀，还是宋师兄你厉害啊！我这眼睛都看花了，差点犯了大错。谢师兄提醒，谢谢啊。师叔，您看现在门内的事情都千头万绪的，您就不能起来给我们说道说道吗？纪明啊，别着急啊，我玄机门自有吉星庇护。就算我不帮忙，那老天爷他也会。哎，纪明，看见没有？老天爷显灵了！哎，快去啊！是长眉真人的来信。信上说。堂掌门交托的东西已经收到，百里师叔已经找到了，只是，这是什么呀？百里师叔会不会回玄机门，就要看机缘了。纪明啊，你百里师叔我是最了解的，他这个人呐，非常重情义，绝对不会置玄机门于不顾的，放心吧。是啊，不管怎么说，玄机门总归是有希望的。如果百里师叔回来接管玄机门的话，那就有很多事情要交付于他。我现在就去准备，去吧。萧月，怎么了？这一脸的汗。喝点茶。有酒吗？你不是答应萧郎戒酒了吗？这又是怎么了？你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为什么一直要喝酒？因为我只有喝醉了，才不会做梦。我跟我掌门师姐一样，我们所做的梦都能预见未来，而这些梦兆，往往都是灾难。最可怕的是，我梦境里的这些灾难，都会一一实现。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确实挺让你为难的。但是，你不做梦，那些悲剧就不会发生吗？你可曾想过，也许在你自欺欺人的时候，有些可以纠正的错误，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就像这杯茶，你不喝一口，怎么知道它不比杜康解忧呢？或许你说的对，帮我照顾好萧郎，我出去一趟。师叔，这些破损的文件我都已经修复好了，您看放哪儿比较合适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哦，百里师叔，您终于回来了！上次您暗中相助救了我们，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百里师叔，掌门被洛仙宫的人所害，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咱们玄机门上下都盼着您回来，带领大家一起重振旗鼓。看你活蹦乱跳，没事就好。师兄，唐兴现在情况怎么样？嗨，一言难尽呐。都是洛仙宫那个妖女沙艳红从中作梗，杀害了掌门，逼疯了唐兴。哎呀，行了，少说两句，喝口茶，败败火。师兄，唐兴现在在哪儿？我想见他。启明，把唐兴带来。好。师弟啊，这门中一别，没想到这么多年啊。我算是看出来了，要不是因为这门中有事啊，你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呢。我这都没回来呢，你们都已经遭殃了。我要真回来的话，我看这玄机门也保不了啊。哎，这么多年你漂泊在外，恐怕也是吃尽了不少苦头。哎，现在不同以往了。有些事情你躲是躲不掉的，哎，一味的追求平安，恐怕你只会失去更多。师兄，救命！来人啊！说你为何急着回来？原来你已经梦到这一切了。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你们都给我去死！去死啊！放开我！放开我！唐兴这是怎么了？我那日回来初见这孩子，他便已经神志不清。放开我！现在又开始胡言乱语，怕是真的要疯了。发生这么多事，他受了这么大的刺激，如今变成这个样子，还是要多派几个弟子看守才行。放开我！
这里有一颗药，或许可以让他安静一些。他这副样子，恐怕是很难医治了。他身怀武功，现在又精神恍惚，让普通弟子看压他，必定遭殃。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他关押一段时间。结界已经设好了，他应该没有办法突破。不过恐怕这样子以后都得待在这个房间里了。这好端端的心儿，怎么被他们弄成这副模样？你放心，我会好好看着他的。辛苦了。我常年云游在外，这门中之事未曾帮上一二。师弟啊，你可有想过回来接管玄机门呢？像醒不来的梦，我愿为你放弃自由。思绪因为你失控，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像醒不来的梦，我愿为你放弃自由。放弃自由。思绪因为你失控，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看你闯入我的世界，让我毫无防备，就这样付出一切。我的